吕公啊，吕公！你不是力量，不是。小子，长本事了。就你这种又蠢又龌龊的老东西，怎么就能成为石老呢？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老而不死，是为贼。当时你砍了我的手脚，没想到就成为我获得双拳手的契机。您不用这样瞪着我，我的双手双脚已经不是李家的，我让你来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双拳手。你虽然窃取了端木英的双拳手，但不过只是点皮毛。小欢说的老婆婆，原来就是端木英。你不是渴望得到双拳手吗？那我就告诉你，双拳手不仅能操控记忆，还能让肉体获得重生。去，叫所有人来刺他。是。可惜你再也没有机会得到双拳手了。看啊，这些就是你养的牲口。8年前，就在这儿，你们所有人都说我害死了小环，可你们明明知道我那么喜欢小环，但到头来，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我说半句话，提出一丁点儿的怀疑。你们用冥魂术折磨我，把我的记忆翻个底朝天，逼我去承认你们所谓的真相。说什么替小欢讨回公道？你们真的在乎生命吗？你们只是喜欢伪善，不顾人死活。小欢是我在这世界上唯一一个能够珍惜的人，可你们却诬陷我杀了他。我以前想不明白，我也是李家人，为什么你们这么对我？
现在明白，因为在这个家里，根本就不需要，哪怕是一丁点所谓真正的快乐。从小到大，你们所有人跟我说，咱们吕家里的血每一滴都很珍贵，可到头来，就是他的血最珍贵。你们明明知道这一点，还要把它作恶。好啊，你们不是对幽狐邪恶吗？不是不顾亲人的死活吗？我今天就要让你们尝尝，失去自己最爱的人，失去所有最美好的回忆，到底是个什么滋味。你们这些同谋帮凶，我就要让你们在回忆的美好和现实的空洞中过完这一生，这就是你们应得的下场。从今以后，请叫我全姓掌门。是，掌门。几天不见，牌面这么大。你谁呀？把自己记忆也删除了。谁给你的？你给我的。把记忆解开，告诉我真相。我给了你2个，还有1个呢。余亮，你刚才用的不是你们吕家的铭文术，是什么？你果然还是这么无耻啊，张楚来。要不你先看看这个吧。不行，你不能回去，这事儿绝对不能让师傅知道。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，你到底悟到了什么？大耳贼，走了，没时间了。来了。一个是我爷爷，另一个是谁？多木英，
跟你爷爷一样，36贼之一，8奇迹的创造者。他的奇迹叫双拳手。你刚刚不是问我用了什么吗？我用的就是双拳手。而冥魂术，只不过是双拳手的冰山一角。我也是8奇迹的拥有者了。所以你为什么要找他？我要问清楚一件事儿，让我杀了他。他还活着。冥魂术，双拳手。冥魂术，双拳手。冥魂。宝儿姐，怎么激动？你还不明白吗？宝儿姐，冥魂术就是双拳手。冥魂术的特点是什么？是记忆，记忆。甲申之乱之后，你凭空出世，出世的时候又什么都不记得，你有没有怀疑过是有人篡改了你的记忆？8奇迹之中，唯一跟记忆有关系的就是双拳手，会的人就叫端木樱。记忆？端木樱肯定知道你的身世下落，我们要赶在吕梁之前找到他。那可找他嘞？二壮，二壮不回我消息。13。嗯。二壮的事情是公司保密层级最高的，你们两个透露眼睛就算了，现在还要给我出难题啊！三哥，这次事关宝儿姐记忆，而且你们徐家2代人都守护宝儿姐，这次终于可以知道宝儿姐的身世了，没有什么好顾忌的呀。楚来，你不用激我知道，你是想通过二壮找到端木樱的下落，对吧？没错啊，而且现在吕梁也在寻找端木樱，所以我们必须赶在吕梁之前找到端木樱。楚来，你要想清楚，你要动的人可是当年8奇迹的拥有者，那可是全兴和石老都动不了的人。三哥，我们不是来跟你商量的，你要是不帮我们，我们就自己想办法。你，狗娃最后是还在，他肯定会帮我的。行，我带你们去找二壮，但他愿不愿意帮你们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二壮在研究机构里，你们直接去吧。宝儿姐、张楚岚，你们好，终于见面了。这就是我，二壮。不用替我难受，我早就习惯了。你们想问我什么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早些时候我出了一些事，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爸调用了自己所有的资源，帮我打造了这个机器，硬是让我活了下来。作为回报，我必须帮哪儿都通管理所有的系统和数据。总之，我的命是保全了下来。只不过我活着的方式跟你们有些不太一样。那你自己呢？你想这样吗？那时候小，还觉得挺好玩的。可慢慢我就发现了，虽然这世界上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，没有我查不到的人，但我自己只能关在这个小黑屋里，哪儿也去不了。好吃的，好玩的，还有那么多有意思的人，都跟我没关系。我爸怕我无聊，又让我学了出阳神的本事，以电磁波的形态摆脱这个身体，这就是我无处不在的原因。你们知道吗？在艺人演武大会的时候，我看了你们好多视频，我可想去龙湖山跟你们一起比赛了。
可我知道这是做梦。说到底，我就是个废人，连自己穿衣吃饭都做不到。没事儿，下次一人演武大会比赛的时候，姐带你去，你都不用出手，我帮你把对手都埋了，保你拿冠军，是不是张楚岚？必须的。谢谢你们。二壮，我知道你们还是要打听端木樱的事，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，端木樱的双拳手有2个效果，其一是修改人的记忆和认知，其二就是修改人的肉体，甚至能让断肢再生。我出事之后，我爸也一直在寻找关于双拳手的线索，他希望能用双拳手帮我还原身体。他查到了吕家的冥魂术，但那是不完整的双拳手，只能提取和复制记忆，不能修复肉身。真正的双拳手要更加全面，一手可以修复身体，一手可以操纵记忆，不但能提取复制记忆，也能删除。后来我爸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，得知端木樱被拘禁在吕家，这才想办法把人从吕家接走，带回了公司。那既然你们已经找到了端木樱，为什么你还是这样？他的情况很复杂，其中的缘由我也无法清晰获知。这一切的真相，希望你们能够揭开。如果不是因为我身体残缺，我也想加入你们。你们快去吧，以后有机会一定会再见的。一定。我叫你一声前辈，你别带着装糊涂。你好好看看这里，你可是在这里被关了几10年，熟不熟悉？我妹妹到底在哪？双拳手对双拳手，我也用不着跟你废话。这是我妹妹的记忆，怎么会在你这儿？你把小环弄哪儿去了？你告诉我，小环是死是活？你告诉我，我现在就放你走！吕良，你这样跟你太爷有什么区别？张楚岚，今天的事情你最好不要插手，这是我跟他之间的私事。你费了这么大劲，绕了这么大一圈，就是为了找你妹妹，对你真失望。你还记得你妹妹坠崖是哪一天吗？他根本就没有坠崖，端木樱篡改了他们的记忆，陷害了我。不过那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8年前的立冬。那你知道端木樱是怎么离开吕家村的吗？我在我太爷爷的记忆里看到过，是公司的人把他带走的。就在你妹妹受害后的2天，一个匿名电话打到公司，说端木樱被拘禁在吕家村。谁呀？我也不知道是谁，不过我来的时候把当年的电话录音要过来了，你听听看。你好，打到指挥中心。你好，可以帮我联系一下高主任吗？请问您是哪位？联系他好吗？小花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讲。请稍等。是小花。段木樱，你告诉我，小花到底在哪儿？
你告诉我小欢到底在哪儿？我不告诉你，你也不要告诉别人。我不告诉你，你也不要告诉别人。你说什么？你是小欢吗？难道是？这个是可乐还是雪碧？是你李欢还是我李良呢？可乐、雪碧、李伦。小欢，过来，让婆婆看看你。你说那个可乐、雪碧、理论，婆婆刚才心情有点乱，没听清楚。你能再给婆婆讲一遍吗？我跟吕梁讲，一个可乐杯，把里面的可乐倒掉，装满雪碧，那这杯就不再是。是段木一夺走了小欢的身体，篡改了所有人的记忆。对不起，是你为了占有小欢的身体，摧毁了她的意识，你这无用躯壳，残留了她一丝记忆。我不告诉你，你也不要告诉别人。大耳贼，你的意思是你妹妹吕欢，她只有一句话的意识进入到她体内。那现在对你来说，她算活着还算死了？一句话，也算是活着。真正的段木英在小欢体内，她在哪儿？我们也在找她。张楚来，把你爷爷的记忆器团给我。他的记忆中肯定有线索，当时我只解开了一部分。现在有了双拳手，升级后的能力或许能解开其他的。你要是想找到他，我们合作。就在这里姐。也许时间会比较久。没得事，我们可以等。怎么了？这里面有个禁制，一旦打开，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，我不能再解了。
如果我硬要解开，会怎么样？也许会触发时空扭曲，打开其他维度空间，可能会十分危险。宝儿姐，你怕吗？不怕。你呢？不想再见到你妹妹了吗？爷爷记忆中的禁制，真的打开了异空间的入口。装神弄鬼。要我跟你来是吧？我来了，你想怎么样？甩头一次。 还有一个，
招招奔着要害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果然不是人，手艺不错嘛。是谁把你们做出来的？完美，太完美了！如此精妙的神技术，超出我们武侯家太多了。 不过嘛，还是有缺陷的。明明是打学的手法，有时认学，有时却是乱打，而且不是2个，连阵中有几个对手都不知道，我武侯奇门的名头就算白混了。出来吧。 漂亮小子，怪不得村长看得上你。筋骨已经活动够了，就你们这点伎俩，还真不值得我动真格的。说吧，到底想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村长吩咐，办得到的话，顺手除掉武侯派的诸葛青。 应该没错，无论怎么看，都像是家里面的手艺，神机。但这样的水准，还真是难得一见。是，他在。村长找你。从刚才就村长的，那又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接电话。 喂，村长是吧？找我有事吗？诸葛老弟，你好啊！我的人有对诸葛老弟不太礼貌的地方，多多包涵。你的人可是好好的跟我打过招呼的，结果你还满意吗？并不是故意挑衅你，那只是自我介绍的一种方式。你收拾掉的如花就是我的作品，怎么样？还有点意思吧？诸葛老弟。 我叫马先红，我现在诚心的邀请你来碧游村做客。你要动手就动手，你要我去我就去，制片人都不敢这么要求我，导演都不敢这么要求我。你一个破村长，好大的脸啊！不去，是吗？那太遗憾了。麻烦诸葛老弟转告我的人，没他事儿了，叫他回来吧。
神级术竟然能厉害到这种程度，我对这个村长真是越来越感兴趣了。等等，又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突然改变主意了，带我去见那个什么村长，我现在倒想会会他。程度，又见面了。您认识我？您是？认不得我了？哎呀，也难怪。程度，你为什么要杀老廖了？人家老廖那好一个人，你咋下得去手？因为他挡了我的路。我姑且承认，廖叔是个好人。他关心我，教我如何以一个正常人类的方式生活，所以我一直很感激。但是，当真正的机会来临，终于有人愿意给我这些事。他为什么要挡在我面前？我是不是幸福？为什么？要由他来判断。程度，你肯定误会老廖了吧？先跟我回公司，这件事肯定还有回旋的余地呢嘛。不必了。不对，你的声音想起我了？怎么会忘得了？你才是我一切不幸的始作俑者。你才是最该死的那个。啊！这关系很复杂。陈总，你先走，这里交给我们了。车多走了。宝儿姐，我们走。你放心，程总交给我们。光从老孟的身法看，也就是凑合的水平。这样的水平对我来说应该很轻松吧？还有球这类的，没试过。下次让老道给我找几个这类型的猎物就好了。好重啊！瞎学嘛什么？你那对手是我啊！是玉物。兄弟啊，有眼光，练多少年了？20多年了吧？20多年的功夫，借我一记铁蛋都费劲，你还真废物！
居然还有法器！要是没有这法器的话，你恐怕早就被我那脚踹穿了，连我一脚都接不住。说吧，你练了多少年？可阿庆，我练了20天，有意见？20几天能够练到这种程度，那我就让你见识一下。还敢说我的玩意低级吗？在我的法器神通面前，你那些小玩意、小聪明根本就用不上。球儿，球儿，你是爱玩了，但是玩残了自己可就不好了。再说了，我看这帮子人都是上赶子找抽呢。其实我早就看出来了，你们的护身法器，针对的是带有恶意的攻击，但我对你不会有恶意的。这一套是我自己发明的拳法，通过对穴位的按摩，让人的腺体分泌出快乐无比的多巴胺，直到像你现在这样。记住了，这一招就叫爱之马杀鸡。陈朵居然也有护身法器，为什么这个法器对宝儿姐没有作用？都是一个公司的同事，相煎何太急啊！乖，跟我们回去，我不打你。你们也是公司的人？我叫冯宝宝，他叫张子文，我们奉命来把你带回公司。奉命？那就来吧。
乎也有极限。不过，就算我可以突破，也没必要。现在的关键是，陈朵身上为什么有护身法器？她跟之前的法器艺人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你那记好特别哦，能教教我吗？你学不会的。为啥子？学这个，要让自己一寸一寸的烂掉。你还想学吗？护身法器对那个女人没用。正常，给你的都是自动防护的低端货。这丫头真抗揍啊！居然没被拍扁。没事吧，宝儿姐？没得事。你们啥子东西？今天算你们走运，给你们开眼了。我这鎏金如意，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见到的。还有我这翡翠扳指，可以抵御一切攻击。走，走。那个家伙居然破了他的护身法器！藏的比我们还深。陈朵呢？好了。我们差那么一点点就抓到了他，只不过突然杀出了一个带法器的人，把陈朵给救走了。我们发现啊，陈朵身上也有护身法器，跟其他那些艺人一样，咱们必须得从长计议。你们违规了吧？啊？这路北的，一次竟然来了2个。我不是。他才是啊！你们可以叫他宝宝，这是我们路北临时工历来的代号。我只是个助理，其他的少打听。哦，那你俩谁说了算？他。那就剩路中的老哥，可东北的妹子没见过了。程朵逃走，错在我给了他反应的时间，错过了完成任务最好的时机。龙梦，你跟陈朵打过交道，为什么他说你才是最该死的那个人？这里肯定有误会呢，娃。我又没伤害过程朵。第一次见面之后，就再没有过任何联络。5年前，我接受了一个任务，剿灭一个叫药仙会的非法组织。参加这次任务的还有老廖。
传说这个药仙会来自我们无法认知的另一个空间，那里的一切都颠覆常理，气以我们无法理解的方式运转，是名副其实的异人禁地。生活在其中的药仙会形式诡异，有着奇怪的能量崇拜，对某种来源不明的剧毒供肉生命，并视其为这个组织代代相传的圣物。药仙会对传承毒术者进行了残忍的培养训练，隔绝所有的外界接触，直到他们彻底失去作为人的认知。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毒术，而最后的集大成者就是程朵。他被称为毒人圣童。要说药仙会其他人死有余辜的话，陈朵是无辜的啊。他只是一个受害者，是药仙会把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他没有选择。小姑娘，别害怕，跟我来。我和老廖把他从药仙会带出来，当时老廖还是安保的负责人，安保是针对特殊艺人的研究机构，由他牵头把陈朵送进安保接受治疗。走了。我这个人啊，工作一危险，我也经常发牢骚。可是见到陈朵那一刻，我什么牢骚都发不出来了。他自从出生开始，就没有接受过任何作为人的教育，然后又在安保待了很多年。是老廖让他成为了一个临时工。虽然不能像普通的女孩子一样生活，但是至少像个人了吧。我就直说了吧。你别废话了，我对你的故事根本没有兴趣，我只想尽快结束这个任务。总部指令下来了。陈朵身上的毒一旦扩散，会造成巨大的伤害，形势危急。抓捕陈朵任务事关重大，如遇强烈反抗或有生命危险，可自行酌情处理。虽然总部的命令如此，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商量商量。陈朵如果不愿意跟我们回公司，你们先别伤害他，让我先去劝劝他。毕竟陈朵他不是坏人呐。求求肖哥，你们也都看见了，他没有对我们下狠手啊。我知道我不是你们的对手，但是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的话，那我……田老孟，这个命令其实留有余地，我们想办法抓活的。同意。陈朵没作为，或许有更有意思的事情出现。求求，这小姑娘的手段有点意思啊，抓活的才能知道她到底什么来头。我也没意见。
那就抓活的。陆北呢？你们呢？你们都没意见，我俩当然也没意见。这个事情本身就比较复杂，必须抓活的才能问清楚。而且我相信总部也不希望什么信息都没得到就结束这个任务。宝儿姐，你说呢？同意。谢谢，谢谢。看来他们的注意力都在陈朵身上，但现在总部对于临时工的态度才是最大的威胁。有什么就都说出来，我可没拿你当外人呢。哎，我刚都说了，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啊，它比较别扭，但我又想不出来为什么。我只是个打工的，只要陈朵能活着，上面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我无所谓，只想找几个新鲜的过瘾，其他的我不在乎。上面的态度，看来他们也是能觉察到啊。老孟、老肖，你们什么意思啊？他们的意思就是呀，我们这群人被人耍了。耍了？被谁耍了？上面。上面的人出来！老子已经看到你了，给我滚下来！我说的上面是指公司董事会。这次的联合行动，表面上是为了抓陈朵，但实际针对的就是临时工。这个就叫霸王硬上弓。也难怪，总部对我们的态度一直很微妙。虽然临时工非常好用，但是总部对我们没有直接的指挥权。再加上我们对于总部来说就是个隐患。这次总部把任务全权交给我们，只要处理得让总部满意，那么你好，我好，大家都好。如果不满意呢？那么我们这些人就要变成孤魂野鬼了。是有些可惜，但是大家都明白，这临时工就是个好东西。比如像你身边的这位宝儿，在总部眼里，与其说是特派队员，倒不如说是徐二带的秘密武器。这么想来的话，我也是如此啊。各位，你们对这件事什么看法？我无所谓。我觉得这是好事。可以跟着更高层的混，这么一来，我们只要随便糊弄糊弄，然后再回去交个差，这样的话，是不是更爽啊？反正失败对我们更有利。不行，球儿所说，就是愿意让临时工直接输归总部，那宝儿姐身份的秘密就会暴露了，那我必须带着宝儿姐开溜了。球球，快不要逗张楚岚了！你看他那个脸色啊，都变成个啥了？肖哥，你觉得陆北的这两个什么路数呀？刀。操刀鬼。奇怪呀，我们的任务中
基本上不会和负责人以外的公司人沟通。要助力，也是通过自己的联系人从公司外找。而你们两个居然都来了。不过，你好像很怕老伯的管理权被怎么剥夺。但凡是个临时工，就没个正常人。他们的麻烦，你好像很关心啊。我当然不关心了。不过路北的，下次有什么想问我的话，直接问就可以了，不用拐弯抹角的。而且，我对我的负责人很满意。上个月我过生日，老豆特地给我安排了个任务为我庆生。现在挺好的，没什么想要改变的。这次就拜托各位了，一起合作吧。他们其实内心已经做好了决定，刚才的讨论只是在相互试探，和这群怪胎打交道，必须要更谨慎了。陈朵现身，他正在向梅金凤的地址前进。